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加班、省吃俭用，存折里的数字好像永远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。但神奇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没特别累，他们的钱却越变越多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比你早一步学会让钱帮自己工作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讲。不管你现在是对投资完全没头绪的新手，还是听过一些名词但从来没搞清楚，看完这集，你会对投资这件事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轮廓。我们今天只讲3件事：投资是什么，你可以投资什么，以及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做1件事就够了。第1章，投资到底是什么？先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，投资其实就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，把钱放在某个地方，让它自己变多，就这样，不复杂。你把100块放在银行，银行付你利息，让你的钱变成101块，这是投资。你买了一只股票，公司赚钱，股价涨了，你卖掉，口袋多了一些钱，这也是投资。你买了一间房，几年后价格涨了，卖掉，这还是投资。投资的本质就是用钱赚钱，而不是用劳力赚钱。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投资的钱有可能自己变多，但也有可能自己变少。你买的股票可能会跌，你买的房子可能会贬值，钱存在银行户头里会被通货膨胀给吃掉，这些都是风险。而这个可能变少的风险，就是为什么投资这件事从来不是把钱放进去就好那么简单。报酬跟风险永远是一体两面的。全世界的投资人，不管是散户还是法人，表面上在做的事都一样，寻找高报酬、低风险的投资标的。然而，很多新手不知道，报酬跟风险通常是成正比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东西的潜在报酬越高，它的风险往往也越高。这本身就是市场的逻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个投资标的报酬超高，风险又超低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抢着买，对吧？一旦大家都抢着买，价格就会涨，报酬自然就被稀释掉了。所以市场会自动把这个高报酬低风险的好事儿消灭掉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跟你说这个投资稳赚不赔，年报酬20%，你要立刻警惕起来。因为如果真的有这种好事，市场早就把它消化掉了，轮不到你。所以投资最核心的功课其实不是找到最好的投资，而是在你能接受的风险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报酬。第2章，你可以投资什么？那投资的选项有哪些？市场上的投资标的非常多，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、虚拟货币、黄金、收藏品、期货、选择权，一大堆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但我今天只带你搞懂2个最基本的东西，股票跟债券。因为只要这2个弄清楚了，后面的东西你学起来都会快很多。首先来讲股票，股票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想象你的朋友要开一家饮料店，他跟你说我需要100万创业，你愿意出10万吗？出了之后，你就拥有这家店10%的股份，你出了这10万，你就成了这家店的股东。如果这家店之后越做越好，赚了很多钱，你的那10%就会越来越值钱。但如果这家店倒闭了，你的10万可能就不见了。股票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你买了某家公司的股票，你就变成这家公司的小小股东，分享它的获利，也承担它的风险，同甘共苦。股票的特点是长期来看报酬相对高，但短期波动可以很剧烈，今天涨10%，明天跌15%，这种事在股市很正常。所以如果你的心脏不够强，短期的波动会让你很痛苦。再来，我们来讲债券是什么。如果股票是入股做生意，那债券就比较像是借钱给别人收利息。还是举同一个例子，你的那个朋友要开饮料店，这次他跟你说我跟你借10万，3年后还你，每年付你3%的利息，你同意了，他给你一张借据，这张借据就类似债券的概念，政府跟大企业都会发行债券向市场借钱，然后定期付利息，到期再还本金。债券的特点是波动相对小，报酬相对稳定，但报酬通常也比股票低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股票是高风险高报酬，债
债券是低风险低报酬，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多数投资组合的基础。第3章来聊聊 ETF， 这个让投资这件事变得超级简单的工具。好，你现在知道股票跟债券是什么了，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你要买哪只股票？台积电、鸿海，还是美股的苹果、微软？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投资人，因为选股这件事儿需要大量的时间研究、分析财报、追踪产业动态，整个搞下来跟一份全职工作没两样，费时又费工。于是有一种东西被发明出来，解决了这个麻烦的问题，它叫做 ETF。Exchange Traded Fund， 中文叫做指数股票型基金。ETF 的逻辑非常简单，与其选一只股票，不如把一篮子股票都买起来。以台湾最有名的 ETF 0050为例，它追踪的是台湾前50大上市公司。你买了0050，就等于同时持有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等台湾最大的50家公司的股份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分散风险，即使其中一家公司出了问题，因为你同时持有50家，一家倒霉不会让你的整个投资崩溃。而且 ETF 的费用很低，不像主动管理的基金需要付很高的管理费， ETF 基本上是被动跟着指数走，成本极低。第4章复利的魔法，以及为什么时间是你最强的武器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就算我买了 ETF， 它能赚多少？这就要带出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，复利。复利的意思就是你用本金赚到的钱投回到本金，你的本金就变大了，然后再用更大的本金赚更多的钱，形成滚雪球效应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有10万块，每年投资报酬率是 7%， 第1年你赚了7000，本金变成107000，第2年你是拿107000再赚 7%， 不是原本的10万，所以你赚的比7000多一点点，听起来差距很小，对吧？但这个效果随着时间拉长会变得非常惊人。同样是这10万块，7%的年报酬，放10年会变成将近20万，放20年会变成将近40万，放30年会接近80万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让时间过去，你的钱就从10万变成80万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也是为什么投资这件事儿越早开始优势越大，你不需要等到有很多钱才开始投资，早1年开始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第5章，所以新手到底该怎么做？好，整合以上所有内容，现在来回答最实际的问题，新手应该怎么投资？答案无聊到让人想打瞌睡，但以过往的数据来看，它就是最有效的财富密码。你要做的是定期定额买下整个大盘，然后持有很久很久，就这样。如果你想投资台湾，可以选追踪前50大公司的0050；如果你想参与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，可以选择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VOO。这个策略的核心逻辑是，你不用去猜哪个股票可能会大涨，而是直接买下整个市场。有人曾做过调查发现，其实长期下来，有80%的专业基金经理人自己挑选的股票绩效都赢不过大盘。既然连高手都赢不了，我们一般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直接加入大盘。这个策略不性感，听起来也很无聊，但它确实有效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支影片主要分享的内容，来做个简单的总结。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探讨了一遍投资是什么，报酬跟风险的关系，股票跟债券的本质， ETF 怎么运作，复利的力量，以及新手最应该做的事。这些是投资最底层的基础，甚至可以说，其实只要搞懂股票跟债券这2个基本元素的本质，再引入 ETF 这个工具，就足以应付人生 90% 的投资需求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集见。